家里的插座突然没电，充电器插上去没反应，这时该怎么办？这样的状况是不是很熟悉？许多人遇到插座损坏，第一反应就是请水电师傅来处理，但其实只要掌握几个简单步骤，新手也能自己动手更换。今天就带你从拆除旧插座、正确接线到安装完成，一步步学会这项实用技能，不仅省下一笔维修费，还能让家里的用电更安全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本节目由大气赞助播出。在开始之前，第一步当然是准备好所有工具。今天准备的工具有这些，都是很基本又必备工具。以前蛙家的 DIY 影片也有跟大家说过，在更换开关、插座或安装灯座之前，务必要关闭总电源，并利用验电笔确认有没有通电，操作才会安全哦。验电笔价格不贵，1000元内就能拥有。用验电笔测试一下插座，只要电压读数为0，就可以安全进行下一步了。确认电源已切断，就可以开始拆除故障的插座。插座的盖板用手或一字起子都可以轻松拆下，将面板上的固定螺丝松开，拉出底板就能看见电路。这时候拿出手机，先将每条电线的连接位置拍下来，之后安装时就能有对照组，接线会更轻松，不会搞错。拔出电线的时候，记得不要太用力，避免伤害到线路。通常拆开面板后会看到3种线，分别是红色、白色、绿色。红色线通常是火线，有时候也会是黑色的。白色是中性线，绿色则是接地线。如果对照插座来看的话，可以这样理解：110V 比较窄短的是火线，220V 直的或横的都是火线。接地线则是3孔插座中圆圆的这个地方，而通常会通电的就是这个比较窄短的火线位置。刚刚我们测电压的时候，测的就是比较窄短的这边，宽边的中性线位置是测不到电压的，但毕竟先人到底怎么接线我们不知道，所以记得在测试的时候最好两边都要测测看，才最能确保安全啊。但有些较老旧的公寓可能会像小编这样拆开来五颜六色，根本分不清楚哪一条才是火线。这时候可以拿验电笔验一下，确定哪条才是火线。操作的时候要特别小心。拿出新的插座，先确认尺寸与安装孔都与旧款相同。接下来拿出刚刚手机拍下的画面，对照着插回去就可以了。依照这个顺序接好后，将插座推回原来的电器盒里。在安装过程中，记得要确保每个接点安装好后没有露出铜线，这样才能保证电流稳定运作与安全。安装完成后，要检查所有线路是否接牢，用固定螺丝将插座锁回去，插座更换基本上就完成咯。最后开启总电源进行测试，确认插座可以正常运作，这样插座的更换就真的大功告成了。插座更换完成，功能使用正常后，总是希望可以更美观，对吧？今天蛙家选了大气 Norma 系列改装面板，开关跟插座2种都有出，开关面板更是市面上唯一有抗菌功能的一家，雾面材质看起来超高级，使用的是台湾奇美的阻拦材料，在安全上也更上一层楼 ，CP 值超高，是许多室内设计师的首选。这时候你可能会好奇，到底好安装吗？其实安装方式超简单，以刚刚更换好的插座来说，只要这样盖上去，听到开一声就安装好啦。如果你家的插座没有坏掉，那么只要多一个步骤，就是像这样把原本的插座面板拆除，再将大气的插座盖板盖上，就大功告成咯。实际使用看看，通电很顺，充电完全没问题。这边提醒一下，大气这款 Norma 系列插座开关面板只适用于国际牌的星光系列可以改装，与其他品牌的插座开关不相符，购买前记得先确认一下哦，看看自己家里的插座开关是不是国际牌的星光系列哦。蛙家开会员咯，每个月最少只要1杯饮料的钱，就可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优质影片。3种蛙到宝会员专属福利，金蛙最高每月可获得200元课程折价券与居家丛书1本，只要点击频道右上角的加入，选择好你想成为的级别，再输入信用卡资讯就完成了。
只要简单步骤就能享有专属会员福利，还能以超值优惠参加蛙家开办的各种讲座课程。想要了解完整的会员福利，赶紧点击影片下方资讯栏加入会员，支持我们创作更多的新影片吧。有了刚刚更换插座的经验，你就会发现开关更换其实超简单，因为逻辑跟方式都是一样的。先确认总电源关闭，拆开面板后拍照确认铜线安装位置，确定开关新旧尺寸后，照着接好铜线就完成了。铜线拔掉之后，如果在接的时候怕危险，可以用绝缘胶带缠住铜线处，就不怕误触受伤了。刚刚已经告诉过大家，但小编再重新说一遍，验电笔不只能应用在插座中，其实也可以直接拿来测量铜线。如果你家的线材颜色不明显或很难让你判断的话，可以直接用验电笔测试，只有火线会让验电笔鸣叫，这样一来就能很简单的找出火线，更能确认安装时不会插错位置，也可以在操作中更安全。更换完开关后，如果觉得开关本身不漂亮，大气开关面板也很简单，只要拆掉旧开关面板，再小心把开关上的壳拆下来，就可以对照着扣上去了。跟插座面板一样，听到咔一声就安装好了，简单步骤就能拥有高质感开关。想要提升居家品质，小编推荐可以买回家自己 DIY， 简单又好看。如果接线时没有接好，可能会发生电灯不亮、电灯一直亮，或是瞬间跳电、烧坏灯泡等问题。所以在 DIY 的时候，拍照这个步骤很重要。接线完成后，也记得再检查一下，安全第一哦。换完开关后，我们也来看看吸顶灯如何安装吧。通常灯具更换的几个主要原因，除了不亮以外，应该就是因为电灯会闪。如果灯具闪烁，可能有几个原因，例如灯泡坏掉、LED 驱动器故障，或是接线松动、电压不稳等。如果是前三者，可以试着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自己更换零件。可若是因为电压不稳，则建议请电工来检查哦。今天要更换吸顶灯的位置在浴室，是 PVC 天花板。如果是一般水泥天花板，要记得先检查一下结构是否稳固。若有超过2mm 的裂缝，或是发现天花板下陷，都属于天花板不稳固的现象，安装上去可能容易掉落。除了目视外，也可以用工具轻敲天花板看看。如果声音结实，代表没有问题。可若有空洞声响或粉尘掉落，建议赶快进一步检查，避免发生脱层或松动的现象。因为原本就有灯具在，所以更换其实很简单。除了切掉总开关后，建议再用验电笔测试，确定没有电流再操作。拆灯的时候，记得一手托住灯具，以免灯具掉落砸伤。将旧灯具拆除后，可以看到原本的接法颇不安全，是用绝缘胶带将2条电线各自缠绕在一起。我们小心解开绝缘胶带，将4条电线拆开。这里的电线只有2条，一条是火线，一条是中性线。再仔细看端子的地方，分别有标示 L 跟 N 的2条插孔，将火线插入标示 L 的位置， N 则是接上中性线。确保接头紧密不松动后，拉开一边的弹簧支架，先卡上一边，再将另一边塞进去就可以了。灯具固定好后，记得再次检查，避免后续脱落。打开总开关试试看，确定灯泡会亮，没有闪烁，也没有突然跳电的情况发生，完美！灯具更换完成了，是不是也很简单呢？今天教了大家更换插座、开关以及安装吸顶灯，也告诉了大家关于线材分类的小知识，是不是觉得又上了一课呢？其实只要掌握正确的步骤，新手也能轻松搞定。家里的小修缮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。还有什么居家修缮问题让你头疼吗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，或许下次的影片就能帮你解决困扰哦。再次感谢大气赞助播出。更多大气系列的插座开关，可以点击下方资讯栏观看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留言回复你觉得今天影片中哪个部分最实用，就有机会把影片中的大气开关面板带回家哦。详情请见资讯栏说明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欢迎点击下方超级感谢，用行动支持我们做更多实用的影片，也能追踪 IG 获得更多灵感哦。
最后记得锁定哇家每周3更新，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